如果你即将进入大学，可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说上大学以后就轻松了，有人说大学一定要多参加活动，多认识人，也有人告诉你大学最重要的是考证、实习、考研，越早准备越好。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，但都只说中了大学的一部分。大学不是单纯延续高中的学习，也不是4年自由自在的假期，它更像是你第一次真正拥有选择权的人生阶段。以前的课程、作息和目标大多由学校和家长安排，而进入大学以后，很少再有人每天监督你。你可以认真学习，也可以把时间全部花在娱乐上，可以主动探索未来，也可以一直等到毕业前才开始焦虑。大学给予你的自由，并不是让你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让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结果。因此，进入大学以后，最重要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急着加入多少社团，也不是马上认识多少朋友，而是尽早想明白自己希望通过这4年得到什么，毕业以后大概想走向哪里。这个答案不需要在开学第一天就非常清晰，但你必须开始思考，并且随着了解的增加不断调整。你可以暂时迷茫，但不能长期停止探索；可以改变方向，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拖到毕业以后。大学里的学习，首先需要改变一个观念，不要只把目标定在不挂科，不挂科只是最基本的底线，不应该成为大学学习的最高追求。成绩确实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，但它会影响奖学金、评优、转专业、保研、考研复试、交换项目和部分实习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学学习训练的不只是记住课本内容，而是理解问题、搜索资料、整理信息、独立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很多人进入大学以后，会发现老师不再像高中一样反复提醒，课堂上讲过的内容也未必足以应付考试。这就要求你逐渐建立自己的学习系统，上课尽量听懂基本框架，课后及时整理，而不是拖到考试前才突击。遇到不理解的问题，学会查教材、找论文、看公开课，也要敢于向老师和同学提问。除了完成专业课程，还应该尽早掌握一些通用能力，例如英语、办公软件、数据处理、写作表达、演讲汇报、信息检索和人工智能工具。未来无论进入企业、继续升学、参加考试，还是自己创业，这些能力都会反复使用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，真正容易被替代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专业，而是只会机械执行、不会判断和创造的人。你不一定要成为程序员，但应该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学会利用它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，同时保留自己的判断力，不要把作业全部交给工具完成，也不要完全拒绝新技术。正确的方式是让工具帮你搜集、整理和启发，而最终的理解、选择和责任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专业方向也要尽早研究，而不是只看专业名称是否热门。你需要主动了解本专业到底学习什么，毕业生通常去了哪些行业，未来可能从事什么工作，需要哪些能力、收入、发展空间和工作方式是否适合自己。可以去阅读培养方案，看看未来4年要学哪些课程。可以向高年级学生了解真实体验，也可以查看招聘平台上的岗位要求，观察企业究竟需要什么能力。如果经过认真了解后，你发现专业并不适合自己，可以研究转专业、辅修、双学位、跨专业考研，或者通过实习转向其他领域。但不要因为一门课难，一次考试没考好，或者听别人说某个专业不好，就立刻放弃。任何方向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专业，而是找到一个你愿意长期投入、能力能够逐渐积累、未来也有一定发展空间的方向。大学4年里，你最好逐步建立一项自己的核心能力。这个能力可以是会计分析、法律检索、编程开发、视觉设计、视频制作、市场营销、数据分析、外语沟通，也可以是科研写作和项目管理。它不一定是世界上最热门的技能，但必须是你能够持续练习，并最终拿出作品或成果证明的能力。因为未来真正能帮助你获得机会的，往往不是简历上写着熟练掌握，而是你确实做过什么，解决过什么问题，产生过什么结果。关于证书，也应该尽早规划，但不要陷入证书越多越好的误区。证书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与你的方向有关，是否能证明真实能力，是否被目标行业认可。所有大学生都可以优先重视英语能力，例如大学英语4、6级。有继续升学、留学或进入外企计划的人，还可以根据需要准备雅思、托福等考试。
计算机等级证书可以作为基础证明，但更重要的是你是否真的会使用办公软件、数据工具或者编程语言。学习会计、财务相关专业的人可以关注初级会计资格，并根据长期规划了解注册会计师、税务师、CMA 等方向。法律专业的学生未来可以关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师范方向可以了解教师资格证。想进入金融、证券、基金等行业，则可以根据岗位需要了解对应的从业资格。但请记住，并不是所有证书都要考，也不是越早报考越好。你应该先确定目标岗位，再反过来看这个岗位需要什么证书、能力和经历。证书应该服务于方向，而不是为了缓解焦虑而盲目收集。如果一个证书既不能提升能力，也不是目标岗位的必要条件，那么它很可能只是在消耗时间和报名费。比证书数量更重要的是成绩、实习、项目、作品、比赛、研究经历以及真实的问题解决能力。一个真正完成过的项目，往往比一张并不重要的证书更能说明你是谁。除了学习和证书，大学还应该主动接触真实世界。你可以参加社团、学生组织、比赛、志愿活动和社会实践，但不要为了让生活看起来充实，就把所有时间都填满。参加活动之前，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：它能让我认识什么、学会什么、留下什么？如果只是机械签到、重复开会、长期消耗时间，却没有能力提升和真实成果，就应该及时调整。大学里的创新创业也是如此。创新创业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必须注册公司，也不等于做一份商业计划书、参加一次比赛就成为创业者。它真正训练的是发现问题、理解需求、设计方案、组织团队、控制成本和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。你可以从一个很小的项目开始，例如制作一个校园工具、运营一个内容账号、设计一项服务、参加创新创业比赛，或者和同学完成一个真实作品。不要一开始就幻想做出一家伟大的公司，也不要因为第一次尝试失败就否定自己。大学阶段创业最大的价值未必是马上赚到多少钱，而是让你更早理解市场、合作、责任和执行。当然，也要保持基本的风险意识，不要因为所谓的风口盲目借钱、交高额培训费，或者轻易相信稳赚不赔的项目。真正值得尝试的创新，通常是从具体问题出发，用较小成本验证，而不是只靠激情和口号。人际关系同样重要，但不需要把大学理解成一场社交竞赛。刚开学时，很多人会急着合群，看见别人已经和室友、同学打成一片，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落后了。其实，稳定的关系很少在开学几天内决定，它往往来自长期相处、共同学习和一次次可靠的合作。你不需要让所有人喜欢你，也没有必要为了融入某个圈子不断迎合别人。保持真诚、礼貌、守信和分寸感，比刻意学习所谓的社交套路更重要。和室友相处，要学会尊重不同的作息、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。遇到问题时尽早沟通，不要长期忍耐后突然爆发。和同学合作时，尽量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，不把责任推给别人。面对不合理的请求，也要学会礼貌拒绝。大学里真正有价值的人际关系，不是你通讯录里有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值得信任。所谓人脉，也不只是认识优秀的人，更重要的是你自己逐渐成为一个有能力、有信用、能够与别人合作的人。与此同时，也不要把所有精力都用来维护关系。朋友可以陪伴你，但不能代替你完成学习和人生规划。你要学会一个人吃饭、学习、散步和处理问题，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有人陪伴，而是在独处时也能保持稳定，在人群中也不轻易失去自己。到了大二、大三，你应该逐渐把模糊的想法变成更加具体的路径。如果准备考研，就要尽早了解目标院校、考试科目、招生人数、复试要求和历年情况，评估自己的基础，而不是等到大三结束才临时决定。如果准备考公或进入事业单位，就应提前了解岗位专业限制、考试内容和竞争情况，同时不要把全部希望压在一次考试上。如果准备就业，就应该尽早完善简历，参加实习，了解行业和岗位，而不是只关注公司名气。如果计划留学，则要提前准备语言成绩、课程成绩、推荐信、科研或实习经历，并考虑家庭预算。如果希望创业，也要通过项目和市场验证自己的想法，同时保留基本的学习和就业能力。你不必只选择一条路，但必须区分主线和备选方案。大学最大的浪费不是中途改变目标，
而是几年里始终没有主线，每天看起来都很忙，却没有任何一项能力真正积累下来。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是，大一广泛了解，打好基础；大二开始选择方向，形成核心技能；大三集中积累项目、实习或考试准备；大四完成升学、求职或者创业的最终落地。这个节奏并不是绝对标准，但越早开始准备，未来的选择就越多。同时，不要忽略生活本身。大学期间要学会管理时间、金钱和身体，不要因为熬夜在宿舍聊天、刷视频或者玩游戏就长期透支睡眠。不要为了短暂的消费冲动，让自己陷入经济压力，也不要因为追求所谓的自律，把每天安排的没有一点喘息空间。真正可持续的努力，不是连续几天极度兴奋，而是能够坚持几年。你可以娱乐、旅行、恋爱、参加活动，也可以偶尔什么都不做，但要知道自己的生活重心在哪里。锻炼身体，保持基本作息，建立储蓄意识，学习处理情绪，这些事情看起来与成绩无关，却决定了你能否长期稳定的前进。如果遇到暂时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也不要因为害怕丢脸而拒绝求助。老师、辅导员、家人、朋友和学校的专业支持都可能帮助你度过某一段困难时期。独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自己扛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自己解决，什么时候应该主动寻求帮助。大学4年不会自动把一个人变得优秀，有人进入大学以后越来越清醒，也有人在自由中逐渐失去方向。真正决定差距的，往往不是学校里某一次轰轰烈烈的活动，而是你每天如何使用时间，如何对待课程，如何选择朋友，如何面对失败，又是否愿意长期做那些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事情。你不需要在18、9岁时就把整个人生规划得毫无偏差，也不必因为别人已经确定目标就感到慌张。人生方向不是坐在宿舍里一次想明白的，而是在学习、阅读、实践、尝试和修正中逐渐看清的。你可以走错路，可以改变计划，也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判断失误，但不要因为害怕犯错就永远停在原地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每经过一个学期，你都比以前更了解自己，也更接近一种能够独立生活、独立判断和承担责任的状态。所以，写给即将上大学的你，不要只想着怎样度过大学，而要思考怎样利用大学。认真对待学习，但不要只盯着分数；积极参加活动，但不要被热闹裹挟；重视证书，但不要盲目考证；珍惜朋友，但不要失去边界；勇于创新创意，但不要忽视风险；规划未来，但也允许自己在探索中调整方向。大学真正重要的，并不是让你成为某一种标准答案，而是帮助你建立自己的坐标。4年以后，你可能没有获得所有想要的结果，也可能仍然面对新的迷茫，但只要你拥有了一项可靠的能力、一套学习的方法、一些值得信任的关系，以及面对未知仍然愿意行动的勇气，那么这4年就没有被浪费。愿你进入大学以后，不只是年龄增长、课程结束和文凭到手，而是真正学会怎样学习、怎样选择、怎样与世界相处，也逐渐成为一个清醒、独立、有能力、更有方向的人。